大家好，歡迎收睇 FM 新聞網。今日繼續為大家帶嚟專業嘅新聞報導同埋深度分析。巴基斯坦一個名為克克雅嘅鹽礦，正係全球最大嘅粉紅鹽產地。呢度出產嘅喜馬拉雅玫瑰鹽，近年喺歐美同亞洲市場大熱，售價往往係普通食鹽嘅數十倍。礦工們每日面對高風險爆破工作，月薪大約$350，卻只能分到供應鏈中極少一部分利潤。呢個現象反映咗全球消費趨勢背後嘅勞工現實同埋產品真實價值。根據 Business Insider Taiwan 喺2026年4月上傳嘅紀錄片報導，攝製隊親身走入礦坑同附近工廠，記錄咗礦工徒手裝填炸藥、爆破鹽層以及後續加工包裝嘅全過程。片中礦工阿西夫分享，佢從20歲開始從事呢份工作，雖然薪酬高過當地其他冇技能工種，但每日都要冒生命危險。呢類情況並非首次發生。過去多年嚟，巴基斯坦礦業工人面對類似挑戰嘅報導層出不窮。多謝大家一路支持我哋嘅新聞節目，我哋每日都會為大家搜羅最新最快嘅新聞內容。請大家記得訂閱我哋嘅全新新聞頻道 FM 新聞網主頻道 FMT， 繼續為大家帶嚟最優質同埋最精彩嘅資訊。克克雅鹽礦位於巴基斯坦旁遮普省波托哈爾高原，並非真正位於喜馬拉雅山脈，但產品卻以喜馬拉雅玫瑰鹽名義行銷全球。鹽層形成於大約6億年前古代海水蒸發，粉紅色澤來自鐵氧化物等礦物質。礦場由政府擁有，分包俾私人公司經營，每年產量接近40萬噸，但只開採咗礦床一小部分，估計可持續開採100年以上。礦工如阿西夫同阿米爾每日要進入礦坑，徒手將炸藥裝入鑽孔，引爆後等待30分鐘確認安全，再用人力將重達800公斤嘅鹽塊裝上拖拉機運出。呢種傳統爆破方式雖然有效提升產量，但安全隱患明顯。爆炸後殘餘炸藥需小心檢查，一旦延遲或操作失誤，就可能導致意外。根據國際勞工組織早年報告，巴基斯坦礦業每年有超過100宗致命事故。克克雅礦場亦都曾經發生岩石墜落砸傷工人嘅個案。呢類積災風險並非首次發生。2004年至2018年期間，當地媒體同國際報導都記錄過多宗礦工因墜物或粉塵吸入受傷甚至喪生嘅事件，反映咗礦業安全標準仍有改善空間。鹽塊運出礦坑後會送往拉合爾附近工廠加工，工廠工人需穿戴手套同護目鏡，先檢查鹽塊有冇殘餘火藥，再分類顏色，切割成小塊。有啲工序如製作鹽燈會用鑽孔機，產生大量粉塵，工人需用水沖洗並戴口罩，避免長期吸入導致肺部積聚問題。工廠日處理量達350公噸，產品包括食用鹽、鹽燈、浴鹽同芳療用品，最終出口到80幾個國家。巴基斯坦出口額每年約1億2千萬美元，但喺全球供應鏈中，原料出口利潤有限，大部分增值來自海外加工同品牌包裝。過去依賴印度加工後高價轉售西方市場，但2019年印巴關係緊張導致貿易中斷，迫使巴基斯坦加快本地加工廠建設。呢個轉變亦係近年供應鏈重組嘅典型例子。玫瑰鹽熱賣背後，消費者往往被富含礦物質、純天然、冇污染等宣傳吸引，產品售價高達普通食鹽30倍，聲稱有助調節血糖、改善睡眠、排毒同埋療愈疾病。但科學證據顯示呢啲益處並冇堅實支持。澳洲2022年一項研究測試多款商用鹽，包括喜馬拉雅粉紅鹽，發現粗粒樣本每公斤含高達174粒微塑膠粒子，高於海鹽平均值。主導研究嘅學者指出，污染主要來自加工、包裝同儲存階段，甚至空氣中沉降嘅微塑膠都有貢獻。世界衛生組織建議成人每日食鹽攝取唔超過5克。按呢個研究推算，澳洲人每年可能從鹽中攝入約155粒微塑膠。雖然長期影響仍待更多研究，但微塑膠可進入血液、器官甚至大腦，
引發炎症同潛在健康風險，已成為全球關注議題。呢類污染並非首次發生。2015年至2025年期間，多國研究包括中國、歐美同澳洲都相繼喺海鹽同岩鹽中檢出微塑膠，顯示環境塑膠污染已經滲透到日常飲食鏈。除微塑膠之外，重金屬污染亦係焦點。2020年，澳洲營養研究測試31款粉紅鹽，發現部分樣本含鉛、砷、硼等衡量元素。雖然每茶匙含量低，但若果長期過量攝取，仍可能超出安全門檻。2025年，美國 Mammatation 實驗室測試23款鹽產品，結果顯示96%樣本有可檢測烷。雖然未達即時警告水平，但累積風險不容忽視。2025年12月，中國內地網上測評亦揭露多款玫瑰鹽檢出鉛、砷、錳等重金屬，含量高於普通食鹽。專家提醒，根據國家標準，玫瑰鹽因顏色同雜質問題，只適合工業用途，如肉鹽或工藝品，不符合食用鹽白度同純度要求。呢類報導並非首次發生。2017年至2026年，多地消費者組織同媒體都測試過唔同品牌食鹽，發現海鹽同岩鹽普遍存在重金屬或微塑膠蹤跡，提醒消費者唔好過度迷信天然標籤。黑克雅礦場歷史悠久，可追溯至公元前326年亞歷山大大帝時代。據傳佢嘅馬匹舔食岩石而發現鹽源。13世紀開始有系統開採。英國殖民時期於1870年代發展工業化生產。1947年巴基斯坦獨立後國有化，礦場現有400幾名工人，多數係當地家族世襲，工作世代相傳。礦工阿西夫表示，雖然危險，但呢份工作提供穩定收入，家庭依賴佢維持生計，同時為國家貢獻聲譽。礦場每年吸引25萬遊客，成為旅遊景點，工人亦以此為傲。但過去英國統治時期，工人曾經被鎖入隧道，直至完成配額。12名抗議者更遭槍殺。呢段黑暗歷史提醒大家，礦業發展同勞工權益之間嘅張力由來已久。近年，巴基斯坦政府同公司逐步提升安全措施，包括部分自動化設備同培訓，但係粉塵、切割、傷害同爆破風險依然存在。2018年，巴基斯坦媒體報導，礦工每日工作8小時，面對狹窄隧道同高溫環境，健康檢查顯示部分人有呼吸道問題。全球玫瑰鹽市場持續增長，2026年市值估計達15億美元以上，預計到2035年將超過21億美元，年複合增長率約4.1%。需求嚟自潔淨標籤食品、養生潮流同高端廚房應用。巴基斯坦作為主要供應國，出口量佔全球絕大部分，但本地獲利有限，主要出口原料形式。中國市場近年亦都見增長。2025年，巴基斯坦對華鹽出口增加26%，反映亞洲需求上升。但同時，品牌誤標問題存在，部分產品被標為印度喜馬拉雅鹽，影響巴基斯坦權益。呢類市場擴張並非首次發生。2019年貿易中斷後，巴基斯坦加快本地加工，近年更多工廠興建，試圖捕捉更多增值機會。從供應鏈角度睇，玫瑰鹽熱賣凸顯全球不平等現象。西方消費者付出高價購買健康產品，卻少有了解礦工每日面對嘅爆破風險同粉塵危害。工廠加工階段，工人需處理銳利鹽塊同鑽孔粉塵，曾有工人因粗心受傷，恢復需數個月。雖然公司提供基本防護，但早期車間安全不足，口罩使用率低。國際報導指出，礦業職災喺發展中國家常見。巴基斯坦礦工薪資雖高於平均，但相對高風險工作仍屬低收入群體。呢種情況並非首次發生。類似非洲或南美礦產報導都顯示，原料產地勞工往往承擔最大風險，卻分享最少利潤。消費者選擇玫瑰鹽時，宜注意科學事實。雖然粉紅鹽含微量鈣、微醮等礦物質，但每克含量極低，需攝取超過30克先有臨床意義。
遠超世界衛生組織每日5克建議會帶嚟過量鈉風險，增加高血壓、心血管疾病同腎病機會。部分研究顯示，粉紅鹽重金屬水平有時高於精製食鹽，有時則較低，視乎來源同加工。微塑膠研究則一致指出，陸地來源鹽如玫瑰鹽污染可能高於海鹽，主要因加工過程。專家建議，日常烹飪用普通加碘，食鹽已足夠。碘有助預防甲狀腺問題，而玫瑰鹽通常冇碘。選擇產品時，宜查看可靠認證，避免過度宣傳嘅療癒或排毒聲稱。FM 新聞網深入分析呢個議題，目的係讓觀眾了解全球商品背後嘅完整故事。玫瑰鹽唔單止係調味品，更是勞工、環境同健康交織嘅案例。巴基斯坦礦工世代貢獻全球市場，卻面對持續安全挑戰。消費者追求天然，卻可能攝入微塑膠同重金屬。市場增長迅速，但原料國獲利不成比例。近年類似新聞包括中國內地監管部門提醒玫瑰鹽只宜工業用途。2025年多款產品因重金屬超標受關注。澳洲同美國研究持續追蹤食鹽污染物。巴基斯坦本地媒體報道，礦場旅遊同安全改善進展。呢啲事件顯示問題並非孤立，而係全球供應鏈常見現象，需要多方努力，包括提升礦場安全、加強產品檢測同埋消費者教育。展望未來，隨住環保意識提高，消費者可能更注重供應鏈透明度。巴基斯坦若能進一步投資安全設備、培訓同可持續開採，或許可提升工人福利同產品價值。國際品牌亦應承擔責任，確保利潤更公平分配。同時，科學界需繼續研究微塑膠同重金屬長期影響，提供清晰指引。FM 新聞網會繼續跟進呢類國際議題，為大家帶嚟事實為本嘅深度報導。總結而言，喜馬拉雅玫瑰鹽嘅生產過程揭示咗全球化時代嘅複雜面貌。礦工月薪$350背後係高風險勞動同有限回報。產品熱賣背後係科學證據不足嘅健康聲稱同潛在污染物。觀眾喺選購時宜理性看待宣傳，優先選擇符合安全標準嘅食鹽，同時關注勞工權益同環境保護。呢個故事提醒大家，每一件日常商品都聯繫住遠方嘅人和環境。感謝大家收睇，歡迎留言分享意見，下次節目再會。大家好，歡迎收睇 FM 新聞網。今日繼續為大家帶嚟專業嘅新聞報導同埋深度分析。今日我哋聚焦一個全球地緣政治熱點——美國海外軍事基地嘅全球佈局。呢個議題涉及美國每年耗資數百億美元維持嘅龐大軍事網絡，特別係環繞中國周邊嘅印太地區部署。近年嚟，隨住國際局勢變化，美國不斷調整同擴建基地，引發各方關注。根據 Business Insider 台灣於2025年11月上傳嘅影片，美軍全球部署懶人包，美國喺80個國家建立咗750個軍事基地。呢個數字反映出二戰後美國軍事存在嘅系統性擴張。多謝大家一路支持我哋嘅新聞節目，我哋每日都會為大家搜羅最新最快嘅新聞內容。請大家記得訂閱我哋嘅全新新聞頻道 FM 新聞網，主頻道 FMTV 繼續為大家帶嚟最優質同埋最精彩嘅資訊。美國海外軍事基地嘅歷史可以追溯到第2次世界大戰時期，最具標誌性嘅例子係位於西太平洋嘅天寧島，又稱提尼安島。2025年嘅相關報導指出，1945年第一枚原子彈正喺呢個島上裝載，從跑道起飛後投向廣島。呢段歷史畫面透過衛星照片同檔案影像不斷被重溫，顯示美國早喺戰時已經開始建立海外基地網絡，用以支援遠距離作戰。戰後，美國總統杜魯門推行政策，旨在保護民主國家。呢個佈局喺冷戰期間進一步擴大。根據多個國際媒體分析，美國基地網絡喺全球範圍內形成咗一個獨特嘅基地帝國，每年維護成本高達80億美元以上。近年嚟，隨住俄烏衝突爆發，美國喺歐洲嘅部署明顯加強。
2022年，俄羅斯對烏克蘭採取軍事行動後，美國向歐洲增派超過2萬名士兵，總兵力超過10萬人。德國境內嘅美軍基地成為焦點，其中位於巴伐利亞嘅美國陸軍駐地係美國境外最大嘅基地，佔地約92平方英里，設有訓練區同家庭設施。德國拉姆斯泰因空軍基地更被指用於無人機作戰控制。2025年，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裁定相關用途合法，但伊朗政府曾經質疑呢個基地是否參與對伊行動，引發外交爭議。呢類部署唔單止加強北約聯盟，亦反映美國對歐洲安全承諾嘅調整，轉向印太地區。美國基地佈局明顯針對區域緊張局勢。沖繩加手納空軍基地駐有約18000名美軍人員，設有高爾夫球場等生活設施，成為美國喺日本最大嘅空軍據點。菲律賓方面，根據2023年擴大嘅強化防務合作協議，美國獲准使用更多基地，包括卡米諾、奧西亞斯海軍基地同巴拉望島等地。2025年至2026年，相關工程持續推進。菲律賓同美國計劃開展超過500項聯合軍事活動，包括巴利卡坦2026年演習，重點涵蓋後勤、快速部署同網絡太空領域。呢啲發展被視為加強第一島鏈防禦嘅一部分。天寧島嘅重建工程尤其值得關注。2025年，美國投資約8億美元重修北長機場，清除叢林後開始跑道鋪設工程，預計2026年第一季度進入零清鋪設階段，2027年全面運作。呢個二戰時期嘅舊機場將成為關島安德森空軍基地嘅補充，配合敏捷作戰部署概念，分散空軍力量以降低受導彈攻擊嘅風險。類似工程亦喺帛琉同其他太平洋島嶼進行。美國空軍工程師正修復80年前嘅跑道，應對現代戰爭需求。呢類睡蓮基地即小型隱蔽前哨，類似索馬里巴勒多格萊空軍基地，強調靈活同低調。環境影響係另一個備受爭議嘅議題。多年嚟，沖繩同關島美軍基地周邊出現化學污染問題，全幅原基物質即 PFAS 喺2016年被沖繩縣政府檢測到，部分水體超標超過50倍，影響近50萬人飲用水安全。當地居民同環保組織多次抗議，指基地消防泡沫同燃料泄漏造成永久性污染。格陵蘭嘅皮圖菲克基地附近更有被棄嘅世紀型遺留放射性廢料問題。呢啲案例顯示，基地擴張唔單止帶來軍事影響，亦對當地生態同居民生活造成長期壓力。2021年，阿富汗撤軍係美國海外基地歷史上嘅悲劇一頁。喀布爾機場疏散過程混亂，8月26號自殺式襲擊造成超過180人死亡，包括13名美軍人員。美軍遺留價值70億美元嘅裝備落入塔利班手中。巴格拉姆空軍基地被迅速接管。呢次事件被廣泛引用，質疑美國長期軍事存在嘅效能。英國廣播公司同其他國際媒體報導指出，撤軍暴露咗後勤同情報協調嘅漏洞，影響美國全球形象。2025年至2026年，美國軍事行動繼續活躍。中東地區，美軍從卡塔爾基地發射巨型鑽地彈，打擊伊朗核設施；從迪亞哥加西亞基地對也門發動空襲。2026年，美國國防戰略強調優先本土安全同壓制中國第一島鏈拒止，防禦體系成為重點。文件指出，美國將調整歐洲部署，將更多資源用於印太同西半球，同時要求盟友增加責任分擔。特朗普政府國防預算突破1萬億美元，創歷史新高，反映出對軍事現代化嘅重視。人類學家大衛雅恩喺接受訪問時指出，美國基地擴張是否真正提升安全，仍存疑問。佢嘅著作《基地國家》分析咗基地網絡對東道國嘅經濟、社會同環境代價。雅恩認為呢個基地帝國可能激化地緣緊張，而非帶來穩定。近年相關新聞顯示，德國國內就有聲音質疑拉姆斯泰因基地角色。菲律賓部分人士亦關注新基地係咪會捲入區域衝突。類似情況喺其他地區亦有發生。2025年，美國喺拉丁美洲恢復多個舊基地，包括波多黎各羅斯福路海軍基地，部署 F-35戰機同運輸機。
巴拿馬克里斯托弗哥倫布基地重啟叢林訓練，厄瓜多爾曼塔空軍基地亦有臨時部署。呢啲動作被形容為恢復西半球影響力，配合對委內瑞拉同毒品集團嘅打擊行動。國際媒體報導指出，美國2025年喺多國發動超過600次空襲，顯示海外軍事存在仍高度活躍。印太地區嘅動態尤為密切關注。2026年，美國國防部推動多域特遣部隊同濱海作戰團建設。第一個濱海作戰團已具備作戰能力，第二個預計2025年完成。呢啲部隊專為印太戰區設計，融入太空同網絡能力。菲律賓同美國聯合演習頻繁，涵蓋南海同台灣周邊海域。沖繩美軍部分單位輪調中東，留低嘅防禦空隙需由盟友填補，增加區域國家壓力。環境同社會問題持續浮現。沖繩縣調查顯示，約70%受檢水體含 PFAS 超標，一處超標50幾倍。關島亦有類似污染記錄，當地民眾多次要求美軍承擔清理責任。國際環保組織呼籲，基地擴建必須考慮可持續發展，避免重蹈覆轍。2020年代初嘅報導已指出，美軍基地成為太平洋地區嘅毒瘤。呢個問題喺近年重建工程中再次引起討論。美國全球基地網絡嘅演變反映出其戰略重心嘅轉移，從冷戰對抗蘇聯到反恐戰爭，再到如今聚焦大國競爭，每一階段都伴隨基地調整。2026年國防戰略明確以拒止式嚇阻應對中國，強調實力求和平，同時減少無休止海外干預。呢個轉變被分析為從全球干預轉向選擇性介入，優先保護本土同關鍵利益區。然而，批評聲音指出，龐大基地網絡帶嚟高昂成本同潛在風險，每年數百億美元開支由美國納稅人承擔。東道國則面對環境、犯罪同主權爭議。雅恩等專家認為，基地未必提升安全，反而可能成為緊張根源。近年新聞顯示，伊朗同其他國家曾公開質疑美軍基地角色，歐洲盟友亦有內部辯論。喺亞太，台灣周邊美軍基地佈局備受矚目，關島、天寧島同菲律賓新基地形成多層防禦網，配合日本沖繩據點，構成第一島鏈關鍵節點。2025年天寧島工程加速，跑道同燃料設施升級，旨在支援現代戰機同無人機操作。呢類發展被視為應對區域導彈威脅嘅準備，同時加強與盟友互操作性。菲律賓巴拉望島新基地靠近南海，卡加延省基地則鄰近呂宋海峽，戰略位置明顯。菲律賓通訊社報導，2026年聯合活動將深化後勤同網絡合作。呢啲安排唔涉及永久駐軍，而係輪換部署，旨在維持靈活性同尊重主權。全球視野下，美國基地網絡覆蓋歐洲、亞洲、非洲同拉美。格陵蘭皮圖菲克基地建於1951年，用以對抗蘇聯威脅，至今仍具戰略價值。德國基地群支援北約行動。非洲同中東小型前哨則用於反恐同無人機任務。2025年，美軍從迪亞哥加西亞基地發動也門行動，從卡塔爾基地打擊伊朗，顯示基地網絡嘅全球可及性。環境代價唔容忽視，多年污染累積，沖繩河流同地下水受影響。關島珊瑚礁亦有記錄顯示化學物質殘留，當地抗議活動持續。部分基地周邊社區要求美軍透明公開監測數據同承擔清理責任。國際媒體如德國之聲同路透社曾經報導類似事件，強調基地擴張同可持續發展之間嘅矛盾。2021年阿富汗撤軍後，美國調整全球部署，減少部分中東足跡，但印太同歐洲仍有強化。2026年中東緊張局勢下，美軍再次集結，包括福特號航空母艦部署同 F-22戰機進駐以色列。呢類行動依賴現有基地網絡，證明其持久重要性。大衛雅恩嘅研究提供另一角度，佢指出美國基地網絡自1903年起逐步擴張，冷戰後更達高峰。地圖顯示，從加勒比到太平洋，美國存在無處不在。雅恩質疑呢個帝國係咪真正服務安全，定係帶嚟更多衝突同代價？佢嘅著作被多個學術同媒體引用，
成為討論海外基地嘅重要參考。近年新聞補充咗更多背景。2025年12月，美國喺拉美恢復基地，配合對委內瑞拉施壓。2026年1月，國防戰略公佈，強調西半球優先同中國壓制並行，軍費增加，反映出對工業基礎同新技術投資嘅重視，包括中程導彈同太空能力。印太地區重建二戰機場嘅努力，顯示歷史同現代戰略嘅連結。天寧島北牆曾係 B-29轟炸機基地，如今重獲新生，用以分散風險。博留同密克羅尼西亞島嶼亦有類似工程，配合敏捷戰鬥部署概念，避免單一基地受攻擊時癱瘓整個體系。菲律賓同美國關係深化，聯合演習規模擴大，巴利卡坦演習等活動，提升互操作性，涵蓋人道救援同災害應對。呢類合作被視為區域穩定貢獻，但亦有聲音關注係咪加劇緊張。環境問題喺沖繩尤為突出。2016年後 ，PFAS 污染調查持續，縣政府要求美軍進入基地檢測，但進展緩慢。類似情況喺其他基地亦有發生，提醒全球基地網絡嘅隱藏成本。美國全球軍事存在係當今國際關係重要組成部分，從歷史起源到當前調整，每一步都影響地緣格局。FM 新聞網會繼續跟進相關發展，為觀眾提供客觀事實同背景分析。呢個議題仲有好多層面值得探討，包括盟友分擔責任、技術現代化同埋和平穩定前景。美國2026年國防戰略強調以實力求和平，透過拒止能力維護區域平衡。印太盟友如日本、菲律賓同澳洲角色越見重要，聯合訓練同基地使用協議持續推進。天寧島工程細節顯示，跑道修復同港口改善同步進行，支援大型運輸同戰機操作。工程進度按計劃2026年進入關鍵階段。類似項目反映美國對太平洋防禦嘅長期承諾。沖繩基地生活設施完善，但污染同社會摩擦問題並存，當地居民抗議歷史悠久。近年環境檢測數據再次引起關注，國際社會呼籲平衡軍事需求同生態保護。阿富汗撤軍教訓被多個分析引用，強調後勤同盟友協調重要性。呢次事件後，美國調整部署，避免過度分散資源。中東行動展示基地網絡效能。2025年至2026年，空襲依賴卡塔爾同迪亞哥、加西亞等據點，精準打擊能力獲展示，但亦都引發外交質疑，顯示基地使用涉及複雜國際關係。拉美基地重啟，配合西半球優先戰略。波多黎各同巴拿馬項目標誌美國影響力恢復，同時面對本地政治阻力。整體而言，美國海外軍事基地係一個龐大而複雜系統，每年巨額開支背後係戰略考量同潛在風險並存。FM 新聞網透過事實報導同背景補充，希望觀眾更全面理解呢個全球議題。隨住國際局勢演變，基地調整將繼續。印太地區重建工程、歐洲部署變化同環境議題都值得持續關注。我哋會喺未來節目中帶來更多更新。今日報道到此，多謝大家收睇，記得訂閱 FM 新聞網同 FMT 支持專業新聞內容。下一集我哋繼續為大家帶嚟最新分析。